点心，做点心，自己动手最开心。欢迎收看今天用点心做点心，我是主持人伟瑜。常常我们吃甜点啊，是享受那个甜的感觉，可以带给我们疗愈感，对不对？但是又会担心，哇，那我吃这么多甜的同时，是不是也带给我们罪恶感呢？所以最近就会流行说，我们在吃甜点的同时，也可以低糖一下。虽然呢，我一样是吃到甜的那个回馈的那种疗愈的感觉，但是实质上我吃进去的糖分其实少一点哦，就会让我的身体少一点负担。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低糖饮食，其实也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动手做烘焙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己做的一个这个甜点当中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你在做烘焙的同时，怎么样把它变成是低糖的一个配方呢？这就要欢迎我们的低糖点心达人啦！让我们来欢迎郭景珊珊老师。嗨，大家好，我是景珊老师。景珊老师今天要教我们做一个低糖甜点，可是我很惊讶，因为它是巧克力。对，巧克力也可以做低糖甜点。巧克力一般大家就觉得它一定超甜，一定热量超高，一定就是热量爆表的，然后超胖。对，对，那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做低糖的布朗尼。那我相信呢，在很多在做减糖的朋友，或是在做执行低糖的朋友呢，一定都会有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困扰。我就真的好想要吃，可是吃下去又好有罪恶感。那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吃的比较安心一些，然后又开心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带大家来做低糖的布朗尼。哇，可是布朗尼其实巧克力一定少不了，对不对？对，没有错，它就是布朗尼一定要巧克力。对，布朗尼一定要巧克力啊，一定，而且巧克力的那个配比还不少，对不对？比例成分算非常的高哦，像我们这一份食谱来说，除了用到可可豆之外，我们还用到了无糖的可可粉。那所以巧克力的挑选就很重要咯。在介绍怎么挑选之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个低糖版的布朗尼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咯？低糖布朗尼的材料有杏仁粉40克、椰子细粉15克、亚麻仁籽粉10克、无糖可可粉10克、可可豆100克、奶油110克、赤藻糖醇180克、全蛋3颗、核桃50克。看完材料之后啊，我们就要先来关心这个最重要的主角了，就是巧克力，对不对？对，巧克力的挑选其实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般的苦甜巧克力吗？其实它不算是一般的苦甜巧克力。那一般来说，外面常常你可以在超商看到的，可能有。它会有标趴数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你可以选择90%以上的。那如果90%以上你觉得太苦涩的话呢，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可能80%啊、85%的。这真的都是比我们比如说烘焙材料店可以买到苦甜巧克力的趴数还要来得更高一点，对不对？对，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确会比较有一些苦涩感。那有一些原生的可可豆，它可能天生就会有一些果酸啊，或是不同的风味等等。那不过因为既然我们是在做低糖的布朗尼的话呢，我们在可可豆的挑选上面要特别的谨慎，就是要挑选趴数含量高一点的。因为趴数怎么看呢？例如说像是75%，它就是75%的可可豆或是可可脂，那剩下的25%呢，就是它的复合物，像是糖啊，或者是鲜奶油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含量了。所以如果你选的趴数越低，它代表说它的糖、它的鲜奶油会越多，对，那所以你的糖分就越多，你就越偏离我们要做的低糖的这个比例了，对不对？是。所以今天我们选的是90%。今天这一款呢，它的是大概是85%左右，就是不会到那么苦涩的程度。这个你就可以选一下，对不对？对，就是比较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如果大家第一次就直接用90%下去做的话，你可能会吃的不是那么开心。但是你看我们选这么苦的巧克力，其实你不用担心会不会做出来的布朗尼很苦，那我就失去我吃甜点的意义，没关系，因为我们搭配的甜味的来源是用
赤藻糖醇。对，我们一样要使用赤藻糖醇带出它的甜味来。那以像糖醇类来说的话，就不用担心说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负担，那又可以带来美好的甜味。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赤藻糖醇用的量，我觉得算多的，算蛮多的，以这份食谱比例上来说的话。然后其他粉类的部分，我们也要符合低糖的一个就是配比，所以我们用了亚麻仁籽粉，对，然后用了椰子细粉，然后也用了杏仁粉，对不对？就是我们取代了过往甜点里面的面粉的部分，然后就可以教大家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低糖布朗尼喽。对，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制作它呢？首先呢，我们就会必须要把可可豆跟奶油，我们直接倒在锅子里面，做加热的动作。直接要去融化它吗？其实融化它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两个混在一起，然后放到微波炉，慢慢的融，慢慢的去加热它。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直接用这样子加热方式也是可以。那这样加热的方式就是要特别顾着，因为我们的可可脂啊，在50度以上它就会油脂分离了。所以要特别50度很低耶，非常低。所以要稍微顾一下它。那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加这个奶油在里面，所以可以直接这样子融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隔水加热也可以。对，那当然隔水加热它的时间上来说的话，就会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其实趴数高的巧克力啊，你在保存上是不好保存的。不好保存。对，因为像一般来说，如果你是那种买到90%以上的话，会建议说你还是要把它放到冷藏里面。对，那跟外面你买到的那种巧克力就是室温放不一样。对，是很明显不一样的。很快你看，其实我们锅子开始热之后，对，它的那个可可脂就很快就融化了。对，那我们就是继续持续加热，那持续搅拌。等到它两个全部都融为一体之后，就完成这个动作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就是液状的来去搅拌它。这个要用液状的。以这个食谱它做起来的话，它的组织的口感呢是会比较偏向有点像蛋糕体那样子，但是它比较不像，因为一般市面上传统的布朗尼有一种口感是硬硬的，像那种可能有点像饼干那种，对不对？对。但我们今天做的这一款呢，它是比较偏向蛋糕体的。对，就是不是那么干硬的版本。所以它的油脂其实应该含量算是高的。对，它油脂含量算高。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份甜点来说的话，它的油脂含量不会低哦。那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材的时候，都会尽量选择好的食材来源。那像这个奶油的话，一定要选择动物性奶油。对，不要选氢化的那种植物奶油，那也是对身体比较好。可以选动物性的奶油。像动物性的奶油是怎么来的呢？就像是我们一般常喝的鲜奶啊，它如果乳脂比较丰厚的呢，就是鲜奶油。对，那鲜奶油呢，再去分离出来呢，就会又分离出里面的油脂，所以奶油就是从那里面来的。那感觉很营养哦。对，就是比较天然的油脂来源。其实低糖饮食比较不怕油，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选择好的油脂，其实是低糖饮食里面还蛮重要的一环。对，所以一定要先认识自己吃进去的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蛮快的。其实可可脂已经大部分融化了，对不对？对，它在融蛮快的。那这就是你在家也是用这种方式融就好。如果要快速，就是微波炉的方式。微波炉其实也不是一次到位，要分段，一定要分段。对，一次的话，可能它就直接很快就油水分离了。对，油水就分离了。微波炉可能你就是30秒这样子，对，慢慢的让它。如果会操作的话，就是微波炉30秒，间歇性的去，一定也是要搅拌。那这边我们先提醒大家，我们烤箱要预热的温度要设定在多少呢？烤箱预热温度可以设定上火180，然后下火160左右的温度。上火180，下火160。先做烤箱预热的一个动作。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提醒大家，你可以准备一个模型，然后一整个大模或者是小模都可以，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像以今天这一份分量来说的话，它的整个材料重量大概有600克。那600克其实你也可以做成一个6寸的圆形膜了，6寸的圆形膜，对，它是有厚度的。那如果你要用像这样子的话，差不多就是600克的一个程度，600克的膜，然后你下面可以先垫一个烤培纸，然后让它去防粘黏。对，我们这边融化的差不多了，对，已经差不多了。当你都没有看到颗粒的时候，就是已经好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融化好的一个巧克力的液体，然后我们就把蛋跟糖加进去，蛋，对，然后还有赤藻糖醇。那这边呢，就稍作简单的搅拌就好，只要把它们搅拌均匀，就已经可以算完成。那这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有点温度，所以就也不用那么快急着要进来，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把粉材一个一个倒进来。那我们的粉材呢，都会先倒那个杏仁粉，因为它比较不会有特别的吸油或是吸水的成分。那这个是亚麻仁籽粉，对，亚麻仁籽粉呢也是这样子倒进来，然后椰子细粉，对，椰子细粉，然后我们的无糖可可粉，如果你的可可粉有结块的话，你可以先过筛，对，那如果都没有结块，你可以正常的使用，那它都搅拌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浓稠的程度。其实亚麻仁籽粉的吸水性很好，对不对？是，对。它会有一点浓稠的感觉。对，它会自然的，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像胶的增稠剂。对，它是可以算是天然的增稠剂。那大概是这样的程度之后呢，我们就把你的刚刚融化的，对，把它倒进来，奶油跟可可脂。对，把它全部倒进来做使用。那这个，其实我们的面糊好快哦，就已经对啊结合完成了，所以在家也可以做，是非常简单的一道食谱。然后你用对烘焙模具的话，看起来又很厉害。而且我的面糊其实也不太用特别去打发啊，或者是不用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而且我里面也没有去做什么那个加泡打粉，对，不用，对，完全都不用，你只要把它搅拌好就好了。那我们打的时候用低速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用把它打到蓬，就只是要让它搅拌均匀而已，所以用低速打就可以了。稍微带一下而已。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入到模具里面。那这个模具在入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习惯把这个先移出来，然后就整个把它倒上去。哇，这个感觉是很浓厚巧克力的，对，重可可的布朗尼耶。对，等一下我一吃就知道了，吃了会让你开心的布朗尼。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好，然后这边稍微把它铺平就可以了。那有时候如果因为像我这个口感，我觉得它已经偏向蛋糕体了啦。那如果你想要再更湿润一点的口感，你就可以在你的材料里面再另外增加鲜奶油。鲜奶油，对，鲜奶油的配比大概可以加到多少？我觉得加个20-30都不会是问题，就是都是可以。20-30克吗？对，20-30克。好，然后这样子，然后它烤了会蓬吗？它烤了会蓬一点点，但是不会到多蓬，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用那个。好，然后我们这边再稍微把我们的核桃铺上去。对，我们稍微转这个面向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看我们就这样子把核桃给铺上去。核桃就是随性铺，对不对？对，就是你高兴的铺法。我需要压下去吗？
有时候看你的糊的状态而定。如果你的糊的状态是像今天的糊的状态是比较浓稠的，你要稍微压一下。那如果你的糊的状态是比较稀一点的，那就可以不用压。那什么时候你的糊的状态会比较稀呢？就是温度也会受影响。如果室温大概低于23度左右，你的糊的状态大概会像这样子。因为它油脂含量很高，所以它会受室温的影响。那如果它比较稀，温度比较高的话呢，它就会呈现比较稀的状态。那你就不用特别的去压它。好，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进烤箱里面。刚刚上火是180，下火是160。对，好，那我们大概要烤多久呢？其实以它的来说，大概25到30分钟就可以咯。25到30分钟。那我们的布朗尼已经放到烤箱里面了。待会回来呢，就来看看我们的低糖布朗尼，而且是重巧克力版本的哦，成果如何呢？休息一下，稍后持续回到用点心做点心哦。欢迎回到用点心做点心。哇，我们现在现场弥漫着一个那种就是巧克力烘焙的一个香气，对不对？那刚刚其实要提醒大家，我们最后扫上去的这个核桃，它其实是要处理过的。对，可以事先用低温烘烤的方式将你的核桃烘烤过。那低温的温度大概100度就可以了，上下火100度，那要烘烤时间比较久一点哦，大概要25分钟左右。对，那就可以烘烤出核桃它该有的香气，那也可以把它一些湿气都带走。所以我如果是替换成别的坚果类，也是一样就是要是熟的坚果，对，撒在上面。对，然后我们这边来看看哦，就是假设你烤好的这个布朗尼，它其实蛮扎实的耶。对，它算是扎实的哦。对，然后好像不会蓬太多。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断面。你看核桃它是在上面的，对，好像有一点点就是陷下去，是，对，但是如果你不要把它压下去的话，表面是会看得到的，对对对，它会凸起在表面的部分，对，这样就会有觉得料很多的感觉，我觉得比拌在里面的那个效果不太一样，是，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喜欢的感觉，或者是如果要料很多，你可以里面拌一点，对啊，可以，然后上面再留一点撒，吃的时候都会吃得到，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整个撕开来的感觉，还蛮湿润的耶，是，哇，里面也蛮扎实的，感觉有一点像棒蛋糕，有点像，但是又不像拌蛋糕的口感那么的干，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真的还蛮湿润的。我们今天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还有做法提醒呢？我们要先带大家一起来做个总复习咯。低糖布朗尼的材料有杏仁粉40克、椰子细粉15克、亚麻仁籽粉10克、无糖可可粉10克、可可豆100克、奶油110克、赤藻糖醇180克、全蛋3颗、核桃50克。做法的部分，先将奶油加上可可豆一起融化之后，将全蛋、赤藻糖醇拌打均匀，接着加入粉类材料拌匀，再加入加热好的巧克力奶油拌匀成面糊之后，放入模型中，表面撒上核桃，放入上火180度、下火160温度的烤箱中，烤约30分钟即完成。到底低糖的布朗尼吃起来口感是如何呢？这边我就要来试试看咯。真的蛮湿润的耶，是，而且好松软，然后巧克力的味道很浓但是我觉得它的甜度是蛮舒服的。对，这个甜的话，就是可以依照你个人的甜度再去调整所使用的赤藻糖醇的量。如果你觉得这款食谱这样有点太甜，那你就再把糖醇的量降低。那你觉得不够甜，都可以再加上去。因为我觉得虽然它加的是赤藻糖醇，但是我其实吃不出来它跟一般的甜点有不一样的那个甜味，就是它的甘口度也是
会有你那种吃甜点的那种舒服的那种口感。对。然后巧克力的香气，我觉得因为它的趴数很高，所以它甚至比一般我们吃那个布朗尼的那个香气来得更浓厚。它的那个蛋糕的那个口感是很湿润，然后甚至有点松软的感觉。其实这款食谱啊，应该是我私藏的很久的一款食谱。对，就是私藏，因为其实很多人跟我要过食谱，因为他们就是吃过我做的，他们觉得真的跟一般的版本其实没什么差别，然后吃了又非常开心，又可以符合低糖的原则的状况之下，那今天就是献给用点心做点心的节目。哇，好幸福哦！而且其实珊珊老师还要跟我们分享，就是一般就是比如说大家吃布朗尼，可能还会喜欢搭一球冰淇淋，对，然后或者是搭一些那种就是比较 creamy 的一种淋酱。是这边如果你要符合低糖饮食原则的话，也有一些搭配的吃法哦。有哦，例如说像刚刚伟瑜提到的冰淇淋啊，我们可以用动物性鲜奶油稍微把它打发之后呢，放到冷冻2个小时，你再稍微搅拌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一款 brownie 直接捏碎撒在上面吃，也是非常的好吃哦。就不是搭一般的冰淇淋，反而我是搭动物性鲜奶油。对，因为其实这款 brownie 它本身甜度已经非常足够了，那你直接用动物性鲜奶油下去打一打，出来那个就是一个类似像原味的那种冰淇淋的口感了。而且我觉得一定超香的。是，对，但是你的动物性鲜奶油就不要另外加糖了。对不对？就是你要符合低糖饮食的原则。然后这个 brownie 做起来啊，我们要怎么保存它呢？它一定要冷藏，它就是至少要冷藏的状态。那你看，你一次做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放在冷藏里面3到5天。那你要再放久一点，你就是可以放到冷冻。那冷冻的时候，你要吃的时候呢，你可以拿下来，把它加热，它温温热热的吃也很好吃哦。我发现它的那个粉的那个粉糕的那个材质，甚至有一点就是松松，然后还有一点点脆脆的。对，它是因为那个亚麻仁籽粉跟椰子细粉的很特别的一个口感，对，是亚麻仁籽粉带出来的一个特殊的口感。我觉得自己在家里一定要试试看，就是它绝对会让你就是完全忘记它是一个低糖的甜点，但是同时可以让你享受是吃甜点的一个疗愈的感觉哦，可以很开心的去享受甜点的同时，又不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自己在家里一定要动手试试看哦。今天谢谢景珊老师，谢谢伟瑜，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